周二上午，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东京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峰会。这是继去年9月在华盛顿后，四国领导人第2次线下举行峰会。此次的四国领导人只有拜登和莫迪出席了上次的会议，而刚就任的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更是在国际场合的首秀。会议上，拜登开启了阿尔巴尼斯的玩笑。Prime Minister Albanese, I welcome you to your first Quad meeting. Like I said, you got on a plane, you were sworn in, got in the plane, and if you fall asleep while you're here, it's okay. 拜登表示，俄乌冲突更凸显推动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必须捍卫国际秩序核心原则以及主权和领土完整。Shortly before Russia launched its invasion, my administration published our Indo-Pacific strategy to advance a free, open, connected, secure, and resilient Indo-Pacific. Russia's assault on Ukraine only heightens the importance of those goals. 不过，对于拜登有关俄乌冲突的表态，其他3国领导人态度不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予以附和，批评俄罗斯挑战联合国宪章原则，强调绝不容许类似事情在印太地区发生。而印度总理莫迪则未在会议上谈及俄罗斯，与其他3国温差明显。虽然印度近年来与美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并且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之一，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对印度的态度频感失望，认为印度不仅不支持由美国主导的对俄制裁，也没有共同谴责俄罗斯的行为。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还是与美日保持队形一致，他表示有必要合力应对安保方面的最大挑战。As the Indo-Pacific is reshaped, our Quad partnership is needed now more than ever to meet the challenges and threats of a less certain world. 阿尔巴尼斯在会上强调，澳大利亚新政府的优先事项将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保持一致，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并承诺参与建设所谓更强大、更具弹性的印太地区。目前来看呢，澳大利亚还在遵从这个前朝这个政府的这样一个外交的政策方向，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提前把这个下一任的这个主办国锁定的话，那么有利于维持四方会谈机制这样一个稳定性。会谈少不了拿中国说事，美日印澳4国计划采取措施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还提出所谓海洋倡议，无端针对中国渔船，称要在印太海域打击所谓非法捕鱼活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天回应指出，中方向来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重要涉海公约的缔约国，一贯积极履行自身有关国际法义务。我们请有关国家不要戴有色眼镜，进行毫无根据的指责，搞小圈子挑动阵营对立，才真正威胁构建和平稳定合作的海洋秩序。外界注意到，就在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举行之际，大批日本民众在东京集会抗议，指所谓四边机制实质上就是挑拨地区对抗、制造阵营对立的机制。戦争会談だと思うからです。戦争をするための経済的な包囲網を作って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から反対です。今日本の労働者も食べられない非正規の労働者とかいるんですね。そういうところじゃなくて、そういう人たちに目を向けるんじゃなくて、戦争に向けて軍備費を増やし、軍備拡張するし、戦争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それに反対します。而对于外界关注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是否扩员的问题，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随拜登访问亚洲的美国官员对随行记者团说，该对话是相对新近成立的机制，四方仍在寻找最佳的合作方案。比起接纳新成员，当前更应将已提出的构想发展壮大。因此，美国现阶段暂不考虑将韩国纳入该机制。我想韩国政府本身也没有想到，那么当他主动提出入围的这样一个请求，那么会在第一时间遭到美国明确的一个拒绝。那么现在这个机制本身非常不稳定，那么如果加入了新的成员，那么这种不稳定性会进一步加强。更何况我们看到有印度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摇摆选项，那么韩国和日本历史上在这个安全问题上，在这个以前的战争问题上，包括岛屿问题上都有很多的分歧争议。那么如果韩国加入进来，韩日之间再出现更多的这种分歧的话，那
那么美国没有办法来控制这个新机制的稳定性。近年来，美国打着促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旗号，不断渲染应对中国挑战的军事竞争氛围，在印太地区的小圈子可谓是越搞越多，冷战色彩愈发浓厚。大体来看，形成了一个5-4-3的机制。5指的是最早的五眼联盟，4指的就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3就是去年新设立的 AUKUS， 即所谓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值得外界警惕的是 ，AUKUS 从成立一开始就提出要帮助澳大利亚拥有建造核潜艇的能力，公然违反核不扩散条约，引发周边国家哗然。但美英澳显然对此并不满足，三国在上个月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在开发高超音速武器和提高电子战能力方面进行合作。分析指 ，AUKUS 不惜掀起区域内军备竞赛，旨在打造亚太版北约，维护美国霸权。与此同时，美国也借所谓印太战略加速调整全球军力部署，将大批先进武器聚集亚太，肆意搅动局势。